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台湾小伙和大陆姑娘跨越海峡，打破文化隔阂的爱情故事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真爱面前，距离、误解与偏见都不是问题。说起台湾和大陆的婚恋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门不当户不对。大陆这边总觉得台湾经济不行，台湾那边又担心大陆姑娘是来骗钱骗绿卡的。天哪，这些刻板印象要不得啊！实际上，台湾社会发展的可好了，人均 GDP 高，医疗教育体系完善，社会福利也不错，哪里是我们想象的那个穷台湾？好啦，不多说了，直接进入今天的故事吧。我们今天的女主角叫林小雨，是个福建姑娘，今年28岁。小雨从小就不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那种，爸妈都是普通工人，家里条件一般。上学时她特别努力，考上了福建的一所重点大学，学的是旅游管理专业。毕业后，小雨在一家旅行社工作，经常带团去台湾。说实话，一开始她对台湾没啥特别的感觉，就是工作需要嘛。但是几次接触下来，她发现台湾的人文气息、生活方式和大陆真的有些不一样。台湾的街道干净整洁，虽然建筑可能不如大陆那么新那么高，但处处都能感受到人情味。小雨经常这样跟我说，特别是台湾的那些小吃，天哪，简直让小雨欲罢不能。卤肉饭、牛肉面、珍珠奶茶、盐酥鸡，还有各种夜市小吃，每次去台湾她都要胖3斤回来。就在小雨第5次带团去台湾的时候，命运给她安排了一场意外的相遇。那天，小雨带团队去参观台北故宫博物院，谁知道一个团员走丢了。小雨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正焦急地到处寻找时，一不小心撞到了一个人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小雨连忙道歉。没关系，你没事吧？被撞的人是个身高1.8米左右的男生，长得白白净净，戴着一副黑框眼镜，笑起来特别温暖。我没事，只是我有个团员走丢了，现在找不到人。小雨急得差点哭出来。别急，我帮你一起找。我叫陈志明，在这里当讲解员，对故宫很熟。就这样，陈志明帮小雨找到了走丢的团员。事后，小雨为了表示感谢，请志明吃了顿饭。一顿饭下来，两人竟然聊得特别投机。志明是台北人，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，现在是故宫的讲解员，对中国历史特别了解。他温文尔雅，说话轻声细语，但字字句句都透着知识分子的睿智。你对历史了解这么多，讲得也这么生动，为什么不去做大学教授呢？小雨好奇地问。志明笑了笑，我喜欢接触不同的人，听不同的故事。在故宫做讲解员，每天能遇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访客，感觉自己也在不断旅行，不断学习。而且能把中华文化传播出去，这种成就感是在大学课堂里得不到的。小雨点点头，被志明的想法打动了。在大陆，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讲解员不如大学教授有面子，但志明却因为热爱而选择了这份工作，这种纯粹打动了小雨。饭后，志明主动加了小雨的联系方式，从那以后，每次小雨带团去台湾，两人都会见面。慢慢的，两颗心越靠越近，恋爱容易，结婚难。尤其是对于台湾和大陆的情侣来说，困难简直不要太多。首先是家人的反对。小雨的父母听说女儿要嫁去台湾，第一反应就是那么远，以后见面多不方便啊！而且台湾经济不行，你嫁过去会不会受苦啊？这就是典型的大陆父母思维啊！总觉得台湾不如大陆发达，殊不知台湾的人均收入比大陆高多了，医疗、教育、社会福利都相当完善。志明的父母反对的更厉害，大陆女孩子是不是冲着我们家的钱来的？是不是想拿到台湾身份证？你们俩文化背景差异这么大，能长久吗？这又是典型的台湾父母思维啊！总担心大陆女生是拜金女，是冲着经济利益来的。面对两边父母的反对，小雨和志明没有轻言放弃。他们决定先让双方父母见一面，互相了解一下。小雨的父母第一次去台湾，被台湾的生活方式和人文环境深深打动了。他们发现台湾虽然建筑可能没大陆那么新那么高大，但街道干净整洁，人们生活节奏缓慢而有质量，医疗教育资源也相当丰富。
志明的父母则被小雨的真诚和善良打动了。小雨不但学历高，工作能力强，还特别孝顺，对长辈尊敬有加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对志明的爱是真挚的，不带任何功利色彩。就这样，两家人渐渐放下了偏见，为两个年轻人的爱情让出了道路。但是挑战远不止于此，第二个困难是文化差异。虽然同为中华文化圈，但台湾和大陆在很多生活细节上还是有所不同。比如称呼方式，大陆人习惯叫先生女士，台湾人则喜欢用小姐太太。大陆人出门会说我出去一下，台湾人则会说我出去一下下。饮食习惯也不同，大陆菜普遍重油重盐，台湾菜则清淡许多。大陆人喜欢热闹的氛围，台湾人则更注重安静与私密。还有就是价值观的差异，大陆人普遍比较实际，追求物质生活的提升，台湾人则更注重精神层面的满足，对生活品质有更高要求。这些差异在日常生活中不断显现，给小雨和志明的恋爱之路带来了不少波折。记得有一次，志明带小雨参加朋友聚会，席间大家聊起政治话题，小雨习惯性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。谁知道他的一番话让现场气氛瞬间凝固。回家后，志明委婉地提醒小雨，在台湾有些话题最好不要随便讨论，特别是在不熟悉的人面前。小雨这才意识到自己对台湾社会的了解还是太肤浅了。从那以后，他开始更加注意观察，学习台湾的社会文化和行为规范。第三个困难是身份问题，大陆人要在台湾长期居留并不容易。小雨需要先申请移亲居留，然后才能申请长期居留，最后才能申请定居并获得台湾身份证。这个过程漫长而复杂，需要大量的文件和证明。而且即使拿到了台湾身份证，小雨在就业上还是会面临一定的困难。台湾对大陆配偶的工作有一定限制，某些行业是不允许大陆配偶从事的。面对这些问题，小雨和志明没有退缩。他们相信，只要彼此真心相爱，就没有过不去的坎。经过2年的恋爱长跑，小雨和志明终于决定结婚了。婚礼在台北举行，两家人都来了。看着穿着婚纱的小雨和西装笔挺的志明，所有人都被他们的幸福感染了。婚后，小雨和志明住在台北市区的一套小公寓里。公寓虽小，但布置得温馨舒适，充满了两人的爱意。然而，婚后生活并非一帆风顺。首先是语言问题，虽然同为中文，但台湾使用的是繁体字，而且有很多特殊词汇和表达方式。小雨需要时间适应这些差异，其次是生活习惯的差异。志明习惯早睡早起，生活非常规律，而小雨则习惯晚睡晚起，喜欢夜生活。这种差异让两人在初期产生了不少矛盾。还有就是饮食习惯，志明喜欢清淡的台式料理，而小雨则喜欢重口味的川菜、湘菜。每次做饭都是一番斗争，但是爱情的力量是伟大的。两人都在不断调整自己，适应对方。小雨开始学习台湾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，慢慢适应了早睡早起的生活。志明也开始尝试接受小雨带来的大陆文化元素，偶尔也会陪小雨去夜市吃宵夜。在饮食上，两人达成了轮流做主厨的协议，一天吃台式料理，一天吃大陆菜。久而久之，两人都爱上了对方的饮食文化。就这样，通过不断的理解、包容和调整，小雨和志明的婚姻生活越来越和谐。然而，生活总是充满意外。结婚1年后，小雨意外怀孕了。怀孕本是喜事，但对小雨来说却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。首先是身体上的不适，孕吐、水肿、腰酸背痛，各种妊娠反应接踵而至。其次是精神上的孤独，在台湾，小雨没有太多朋友，大部分时间都是独自一人在家。特别是志明工作忙，经常加班到很晚，小雨常常一个人对着4面墙发呆。更让小雨难过的是，她发现自己怀孕后，有些台湾人对她的态度变了。有一次，小雨去产检，医院的护士知道她是大陆人后，态度明显冷淡了很多。还有邻居见到她，会小声议论又一个大陆女孩，肯定是冲着台湾的福利来的。这些歧视让小雨备受打击，她开始怀疑自己的决定，甚至想过要不要回大陆生活。正当小雨情绪低落时，志明给了她最大的支持。别管别人怎么说，你是我的妻子，
我们的孩子是我们爱的结晶。台湾有些人可能对大陆有偏见，但不代表所有人都这样。我们要用时间和行动，让大家看到我们的真心。志明坚定地说。志明的话给了小雨极大的勇气，她决定坚强面对这一切，不再为那些偏见所困扰。怀孕7个月时，小雨的妈妈从大陆赶来照顾女儿。有了妈妈的陪伴，小雨的心情好了很多。就在这时，命运又给小雨出了一道难题。一天晚上，小雨突然腹痛难忍，被紧急送往医院。医生检查后说，小雨有早产迹象，需要立即手术保胎。手术很成功，但医生要求小雨必须卧床休息2个月，直到预产期。这2个月里，小雨不能下床，不能做任何家务。志明二话不说，立即向公司请了长假，全心全意照顾小雨。他学会了做饭、洗衣、打扫卫生，甚至学会了如何给小雨擦身、换尿布。小雨的妈妈看在眼里，心里既感动又欣慰，她对女婿的印象彻底改变了。女儿，你找了个好男人，不是所有男人都愿意这样照顾自己的妻子的。妈妈感慨道。小雨点点头，眼含泪水，她知道自己的选择是对的。终于，在预产期那天，小雨顺利产下一个7斤重的男婴。看着襁褓中的儿子，小雨和志明幸福地流下了眼泪。他们给儿子取名叫陈两岸，希望他能成为连接两岸的纽带，融合2种文化的精华。有了孩子后，小雨和志明的生活更加充实，但也面临着新的挑战。首先是教育理念的差异。小雨受大陆教育影响，比较注重成绩和竞争力，希望孩子从小就多学习，打好基础。而志明则受台湾教育影响，更注重孩子的兴趣发展和快乐成长，不太赞成过早施加学业压力。其次是家庭角色的定位。在大陆，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仍然根深蒂固，而在台湾，夫妻平等、共同分担家务的观念更为普遍。这些差异在日常生活中不断显现，给2人带来了不少矛盾。但是通过不断沟通和理解，他们最终找到了适合自己家庭的相处之道。在教育问题上，他们决定采取双轨制，在基础教育方面遵循小雨的建议，让孩子打好基础，在兴趣培养方面听从志明的意见，尊重孩子的选择。在家庭角色定位上，志明主动承担了更多家务，打破了传统的性别分工。小雨则开始尝试工作，实现自己的价值。就这样，通过不断调整和适应，小雨和志明的家庭生活越来越和谐美满。小雨也慢慢融入了台湾社会，他学会了台湾的礼仪和习惯，了解了台湾的文化和价值观，甚至开始用台湾腔说话。他在社区里参加志愿活动，结交了不少台湾朋友，生活圈子越来越广。志明也从小雨那里学到了很多大陆的文化和思维方式。他开始欣赏大陆的发展速度和创新精神，也学会了一些大陆的生活智慧。2人的融合与成长，不仅让他们的婚姻更加牢固，也让他们的家庭更加温馨和睦。两岸5岁那年的夏天，一家3口决定去士林夜市游玩。士林夜市是台北最著名的夜市之一，以各种美食和游戏摊位闻名。小雨特别喜欢那里的盐酥鸡和大肠包小肠，志明则钟爱蚵仔煎和卤肉饭。那天夜市人山人海，热闹非凡。小雨穿着一条淡蓝色的连衣裙，看起来清新可人。志明一如既往地穿着白衬衫和牛仔裤，显得干净利落。两岸则穿着可爱的小背带裤，蹦蹦跳跳地走在前面。一家3口边走边吃，享受着夜市的美食和氛围。小雨正专心给两岸买糖葫芦，志明则去不远处的摊位买蚵仔煎。就在这时，意外发生了。一个喝得醉醺醺的中年男子突然靠近小雨，二话不说就搂住了她的腰。小妹妹，一个人啊？要不要哥哥陪你玩啊？男子满嘴酒气，说话含糊不清。小雨吓得脸色煞白，立即推开那人。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男子不依不饶，又伸手去抓小雨的手臂。别害羞嘛，哥哥带你去好玩的地方。小雨一边护着两岸，一边大声喊叫：救命啊！有人骚扰我！周围的人看到这一幕，有的投来同情的目光，有的则选择避开，没人上前制止。就在小雨万分焦急之际，志明买完蚵仔煎赶了回来。看到妻子被骚扰，他立即冲上前去，一把推开那个醉汉。
别碰我的老婆！志明的声音不大，但字字铿锵有力。醉汉被推得一个踉跄，差点摔倒。他稳住身形后，恼羞成怒地朝志明扑去。小子，你找死啊！志明冷静地躲开，同时对小雨说：“带两岸去旁边等我。”小雨点点头，抱着两岸迅速离开了现场。醉汉见扑空，更加恼怒，挥拳就向志明打去。志明虽然斯文，但反应敏捷，轻松躲过了醉汉的拳头。先生，我不想动手。你喝醉了，请你冷静一下。志明尝试和平解决，但醉汉显然已经失去理智，继续不依不饶的进攻，眼看和平解决无望。志明只好使出了大学时练过的跆拳道，一个漂亮的侧踢，将醉汉踢倒在地。醉汉躺在地上，又羞又怒，但已经没力气爬起来了。这时，夜市的保安闻讯赶来，了解情况后立即报了警。警察很快到场，将醉汉带走。志明则向警察详细说明了整个事件经过。你老婆是大陆人吧？一个年轻警察问道。是的，有问题吗？志明反问。没问题，只是好奇。警察笑了笑，你媳妇蛮漂亮的，难怪那醉汉会骚扰她。志明皱了皱眉，没有接话。处理完警察的问询后，志明回到小雨和两岸身边。小雨已经被吓得不轻，脸色苍白，双手颤抖。没事了，宝贝，我在这里。志明轻轻抱住小雨，安慰道。小雨靠在志明怀里，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。我好害怕。那个人他都过去了。志明轻抚小雨的后背，我永远都会保护你，不管发生什么。这时，周围的人群开始议论纷纷。那女的是大陆来的吧？看起来是的，口音很明显。大陆女生嫁来台湾，肯定是冲着钱来的。没想到那小伙子这么维护她，真是少见。听到这些议论，志明忍不住了。他转过身，对着围观的人群大声说道：“请大家不要以偏概全。我妻子是大陆人，但她嫁给我不是因为钱，而是因为爱。她为了我放弃了大陆的工作和生活，来到人生地不熟的台湾。她是个勇敢善良的女人，值得尊重。”志明的话掷地有声，让周围的人噤若寒蝉。这时，一个老奶奶走上前来，拍了拍志明的肩膀：“小伙子，你做得对。保护自己的老婆天经地义，不管她是哪里人，都应该受到尊重。”老奶奶的话引起了共鸣，周围的人开始鼓掌，为志明的勇气和正义感喝彩。没错，保护自己的爱人，这才是真男人。两岸一家亲，何必分彼此？大陆姑娘能找到这样的台湾男人，真是有福气。掌声和赞美声中，小雨感动得泪流满面，她紧紧抱住志明，心中充满了感激和爱意。谢谢你，志明，谢谢你一直这么勇敢地保护我，小雨哽咽道。志明轻轻拭去小雨的泪水，傻瓜，保护你是我的责任，也是我的荣幸。不管别人怎么看，你永远是我最爱的人。两岸看着爸爸妈妈抱在一起，也开心地笑了。他伸出小手拉住爸爸妈妈的手，爸爸最棒了。妈妈不哭，两岸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保护妈妈。听到儿子的话，小雨和志明相视一笑，眼中满是幸福和温暖。在回家的路上，小雨拉着志明的手，轻声说道：“志明，今天的事让我明白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只要我们在一起，就能克服一切。”志明点点头，两岸的和平统一可能还遥遥无期，但我们的心早已统一在爱的旗帜下。小雨靠在志明肩上，微笑着点点头。他知道，无论前方还有多少风雨，只要有志明在身边，他就有勇气面对一切。夜市事件后，小雨的心里受到了不小的冲击。他开始害怕去人多的地方，总担心会再次遭遇骚扰。每次志明提议外出，他都会下意识地拒绝。要不我们还是在家吃饭吧，外面人太多了。两岸还小，我们别带他去太吵闹的地方了。我今天有点不舒服，不想出门。各种各样的借口掩盖不了他内心的恐惧。志明很快发现了妻子的异常。一天晚上，哄完两岸睡觉后，他坐在床边，轻轻握住小雨的手。小雨，我知道你在害怕什么，那天的事已经过去了，你不能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。小雨低下头，眼泪无声地滑落。我知道我不该这样，可是我真的害怕。那天如果没有你在场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而且那些人对大陆女孩的看法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外人。志明心疼地把小雨搂在怀里，傻瓜，不是所有人都那么想的。你看那些围观的人，最后不是都为我们鼓掌了吗？两岸之间的隔阂需要时间慢慢消除，就像我们的爱情一样，需要用时间和真心去打动每一个人。可是我还是怕，小雨抽泣着说，那我们慢慢来，先从人少的地方开始，比如公园、图书馆，等你适应了再去人多的地方。我会一直陪着你，保护你，志明温柔地说道。在志明的耐心陪伴下，小雨逐渐恢复了信心。他开始重新融入台湾社会，不再害怕与人交流。有一天，小雨在社区活动中认识了几位台湾妈妈，其中一位叫美玲的妈妈特别热情，她邀请小雨参加他们的妈妈社群，一起交流育儿经验。起初，小雨有些犹豫，担心自己会因为大陆身份而不受欢迎，但在志明的鼓励下，她还是去了。令小雨惊喜的是，这群台湾妈妈非常热情友好，完全没有因为她是大陆人而区别对待。他们一起讨论育儿问题，分享家庭生活，甚至约定每周一起带孩子去公园玩耍。通过这个妈妈社群，小雨不仅交到了朋友，还更深入地了解了台湾的文化和生活方式。他发现台湾人的生活节奏虽然比大陆慢，但质量却很高，他们很注重生活的细节和品质。台湾人虽然收入可能没有大陆一线城市那么高，但他们的生活却很精致。小雨经常这样告诉大陆的朋友们，台湾的医疗、教育资源也很丰富，孩子可以得到很好的照顾。慢慢的，小雨开始爱上台湾的生活，爱上这片有着志明和两岸的土地。一天，小雨接到了父亲的电话，说母亲生病了，希望他能回大陆看看。小雨立刻安排了行程，带着两岸一起回大陆。志明因为工作原因无法同行。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，小雨感慨万千。曾经熟悉的街道已经变得陌生，高楼大厦拔地而起，城市面貌焕然一新。看着家乡的变化，小雨不由得产生了一丝留恋和不舍。特别是看到亲人朋友们都过得很好，她心里忍不住想，如果当初留在大陆，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呢？小雨的闺蜜佳佳看出了她的心思，趁机说道，小雨，你要不要考虑搬回来？大陆发展这么好，机会这么多，为什么要在台湾委屈自己呢？这个问题让小雨陷入了沉思。确实，大陆的经济发展速度惊人，各种机会层出不穷。而台湾虽然生活品质高，但经济增长确实不如大陆那么迅猛。回家的路上，小雨的父亲突然说，女儿，爸爸有话想跟你说。怎么了，爸？小雨疑惑地问。其实你妈妈并没有生病。父亲低声说道，我们是想让你回来看看，考虑要不要搬回大陆生活。你看，现在大陆发展的多好，你在台湾受了那么多委屈，何必呢？小雨愣住了，没想到父母用这种方式把他骗回来。爸，我在台湾过得很好。志明对我很好，我们的生活也很幸福。小雨认真地说。可是你在那边不是经常被人歧视吗？那次夜市的事情，幸好志明在场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。父亲激动地说。小雨这才明白，原来父亲是从他朋友圈发的内容中得知了夜市事件，但他只知道一部分，并不了解后来的转变。爸，那只是个例，大多数台湾人都很友善，我在那边有很多朋友。而且那次事件后，很多人都为志明的行为鼓掌，为我们的爱情点赞。小雨耐心解释道。父亲听了有些动摇，但还是不放心。可是台湾经济不行啊，你在那边有什么发展前途？小雨笑了笑，爸，生活不只是赚钱。台湾的生活品质很高，人文气息很浓，孩子的教育、医疗都有保障。我在那边开了一家小小的大陆美食店，生意还不错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和志明两岸在一起，我们是一家人。听了小雨的话，父亲终于放下心来，只要你过得幸福，在哪里都行。爸爸尊重你的选择。台湾人虽然收入可能没有大陆一线城市那么高，但他们的生活却很精致。小雨经常这样告诉大陆的朋友们，台湾的医疗、教育资源也很丰富，孩子可以得到很好的照顾。慢慢的，小雨开始爱上台湾的生活，爱上这片有着志明和两岸的土地。一天，小雨接到了父亲的电话，说母亲生病了，
希望他能回大陆看看。小雨立刻安排了行程，带着两岸一起回大陆。志明因为工作原因无法同行。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，小雨感慨万千。曾经熟悉的街道已经变得陌生，高楼大厦拔地而起，城市面貌焕然一新。看着家乡的变化，小雨不由得产生了一丝留恋和不舍。特别是看到亲人朋友们都过得很好，她心里忍不住想，如果当初留在大陆，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呢？小雨的闺蜜佳佳看出了她的心思，趁机说道：小雨，你要不要考虑搬回来？大陆发展这么好，机会这么多，为什么要在台湾委屈自己呢？这个问题让小雨陷入了沉思。确实，大陆的经济发展速度惊人，各种机会层出不穷。而台湾虽然生活品质高，但经济增长确实不如大陆那么迅猛。回家的路上，小雨的父亲突然说：女儿，爸爸有话想跟你说。怎么了，爸？小雨疑惑地问。其实你妈妈并没有生病。父亲低声说道：我们是想让你回来看看，考虑要不要搬回大陆生活。你看，现在大陆发展得多好，你在台湾受了那么多委屈，何必呢？小雨愣住了，没想到父母用这种方式把他骗回来。爸，我在台湾过得很好。志明对我很好，我们的生活也很幸福。小雨认真地说。可是你在那边不是经常被人歧视吗？那次夜市的事情，幸好志明在场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。父亲激动地说。小雨这才明白，原来父亲是从他朋友圈发的内容中得知了夜市事件，但他只知道一部分，并不了解后来的转变。爸，那只是个例。大多数台湾人都很友善，我在那边有很多朋友。而且那次事件后，很多人都为志明的行为鼓掌，为我们的爱情点赞。小雨耐心解释道。父亲听了有些动摇，但还是不放心。可是台湾经济不行啊，你在那边有什么发展前途？小雨笑了笑，爸，生活不只是赚钱。台湾的生活品质很高，人文气息很浓，孩子的教育、医疗都有保障。我在那边开了一家小小的大陆美食店，生意还不错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和志明两岸在一起，我们是一家人。听了小雨的话，父亲终于放下心来，只要你过得幸福，在哪里都行。爸爸尊重你的选择。